為什麼在步步為營的1582年，全球最頂尖的智囊團耶穌會士手握稀世珍寶，通曉多國語言，甚至搞定了兩廣總督，卻依然在踏入中國大門的前一秒被卷鋪蓋趕走？如果你認為這只是一場宗教受阻的意外，那你就太低估大明王朝的官場生態和防賊基因了。為什麼一份蓋了官印的特許狀，在老總督落馬後竟成了一張催命符？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，在這一章節中，我們能從很多的細節中去理解中國人對外來者的防範態度。這不只是一次傳教的受挫，這是一場文明邏輯的硬着陸。在大明朝廷看來，接納洋人到底是求福之道，還是埋下內亂的火種？為什麼在權力的縫隙裡，那座近在咫尺的教堂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難抵達的坐標？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頻道，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，讓大腦升級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。第3章，1582年傳教士3度被允許進入中國，但未能建立居留點。1582年，范里安神父從日本歸來，攜帶着4名當地的王公，他們由一些日本王爵前往羅馬，作為基督信仰的代表，以表示這些王爵服從羅馬教廷的教皇管轄權。他們事實上做到了這一點，然後返回到他們的本土。在赴羅馬途中，他們在澳門停留，等待駛往印度的時機。在逗留期間，范里安抓緊時間促進中國傳教的事務。他在耶穌會的居留地創立了一個團體，叫做耶穌聖名團，制定的規則特別適用於入教者的精神發展。為了促使他前進，這個團體只為中國人、日本人以及其他國家的新入教者而設，但他的迅速發展使他在該地區產生巨大的精神作用。根據他的薦舉，這個兄弟會團體由一位受命到中國來傳教的神父負責，他就叫做新信徒的神父，因為他需特別照管皈依者和新信徒。在這職位上，他不僅照料他們的精神需要，也照料他們改善生活。他們的聚會就在教區所在地舉行，直到為他们的需要做出了更好的安排為止。這一點我們將會看到，在短時間內就完成了。廣東省的總督被認為是他的同級中極有勢力的一個，他的省份位於中國的邊境，遠離都城北京，被漫長的海域所包圍。他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結果是，道路上盜匪充斥，海路上也有海盜，大多是日本人。為了補救這種局勢，他還受命管轄鄰近省份廣西，這就使他在需要的時候能夠調動一支大軍。因為有這些難題，他的政府所在地不是本省的省會，像別的地區那樣，而是在他所治理的兩省交界處的肇慶。在我們所談的這個時候，省長和總督是一個福建人陳瑞，他是個小心謹慎的官吏，他也確鑿無疑是個貪官，並利用了澳門的居留地，正如人們從下述的欺詐中就可以判斷出來。他聲稱他了解到澳門的主教和市長是外國商人的指導人和管理人，因此他正式通知他們去見他，不得延誤。這道命令有點出乎意外，開會進行過討論後，終於決定奉行所下達的命令將會有損葡萄牙的尊嚴。可是既然表現得蔑視他的法令，進而貶低總督的權威是不行的，所以大家同意另派2人去代表應召的主教和市長。范里安派羅明堅代表主教，希望他能獲允在大陸上得到一個永久居留地，同時市檢察官北涅拉則被選中去代替市長，作為向總督表示好意的獻禮，以免他可能干擾貿易。澳門人士贈送給他一批禮物，包括他們知道是中國人所特別寶貴的東西，其中有純絲的衣料，那是中國人當時還不知怎樣制作的，還有帶褶的衣服、水晶3棱鏡以及其他這類珍品，總值超過1000金幣。總督以盛大的排場接待代表們，意在威嚇他們，反倒不是為了禮敬他們。但當他看見呈送的這一緊要關頭之用的禮物時，他的傲慢態度頓時消失了。於是他笑着通知他們，該地的一切情況可以照舊繼續下去，但當然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。這只不過是套慣用的官樣文章，
因為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，而住在那裡的其他民族則各行其事，甚至中國人变成基督徒時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，而是像歐洲人那樣打扮，其他中国人則服从廣東政府派驻那裡的官吏。再談那位總督或長官，他堅持說他絕不能收了東西不付錢，並且向翻譯詢問每件禮物的價值，當着下人的面吩咐稱出該付銀子的總數。他這樣做是因為該省嚴刑禁止政府官員收受這種禮物。後來他又偷偷地派人去見他的客人，告訴他們說他給他們的那筆銀子是要另買份他們的珍品，這另一份要私下交給他本人。羅明坚神父沒有忘記請求安排一個居留地，這是他來此的主要目的。儘管是通過翻譯員傳話，他仍告訴總督說他已經開始研究中國語言和文獻，這看來使得那位長官高興。他的確示意說客人以後再來時可以答應這個請求。會晤結束，銀子交付之後，他盛宴招待他們，並以隆重的儀式送他們回船。有大队士兵和官吏在城裡街道上列隊歡送，鑼鼓喧天，貪得無厭的嬉球使人頭腦發昏。每當他露頭時，他那左右人的威力就是如此。葡萄牙商船隊照常在8月份抵達澳門，旅客中有幾位耶穌會士，是被派赴當地的团體或赴日本傳教的。利瑪竇奉召也從印度和他們一起到來，以便協助該項充滿希望的工作。印度教區主教神父曾給他一塊很精緻的表，作為給中國傳教團的禮物。恰好當時澳門市長派他的檢察官攜帶那位長官所要求的珍品回去。不幸的是，或者應當說幸運的是，要隨檢察官前往的羅明坚神父病倒了。因此他請檢察官告訴那位長官說，他遺憾因病不能成行，因為他原本打算帶給他一件漂亮的用銅制成的機械小玩意兒，不用碰它就能報時。直到當時為止，中國人從沒有听說過鐘錶這種東西，那既新鮮又使他們感到神秘。檢察官送上禮品，然後說到神父的病。長官看來似乎很憂煩，但當他聽說到鐘錶，就變得很感興趣，吩咐一名秘書以他的名義寫一封邀請信，請羅明坚無論如何病一旦好轉，就立刻去見他，並把那件新奇的玩意兒帶過去。當這份文書送到了澳門，经人推敲後，它證明不只是一封簡單的邀請信而已。事實上，它是一份官方的文件，公開允許神父們有權在廣州城修建一所房屋和一座教堂。可以很容易想象，在我們的宗教团體之內和在它之外，這產生了多麼大的歡樂。長期渴望的理想終於達到了。對這整個事情唯一似乎持懷疑態度的就是視察員神父本人。他對於在這件事意外的通知以後應該怎麼做，有點茫然失措。有那麼多的事都取決於開頭的步伐，以致他懷疑羅明坚神父有沒有充分準備去從事這樁吃力的工作。確實，如果不是別的神父請求他盡量利用這件事的話，機會也許會整個丟失的。當時弗朗西斯克·巴范濟神父正在澳門，他同那些被派參加中國傳教團的人一起正在赴日本的途中，從歐洲駛向印度。他是個天賦聰慧、精明和機智的人，公認為具有行政才能。他的天分可以彌補他不懂中文的缺陷，因此由他負責主持，而由羅明坚做他的助手。利瑪竇則被派管理澳門的新教徒學校，並且奉命，如果他們兩人取得成功，就參加到他們中間去。這時氣候有利於航行去印度，於是視察員神父決定和日本王公一起出發。離開之前，他們做了書面指示說，如果出現意外情況，此行失敗，神父們被迫從廣東撤回，那麼巴范濟神父就按照原來的打算去日本，另兩人則等待另外有利的時機，以實現擬定的計劃。令人驚異的是，看到禮物那麼地討總督大人的喜歡，他又多麼殷勤地接待來賓。他分派給他們一座寬的住所，與郊外的一座叫做天寧寺的廟宇相通。他還時時送去食物和其他東西。他們正式拜會時，他在自己的官府接待他們。
他們就這樣住了4、5個月，接待一些官員和其他知名公民的來訪。同時，他們抱着希望，這種特許將會成為永久性的許可。他們已經得到总督秘書的允許，把利玛窦神父請来，而他也正在澳门的學院中準備這次旅行。這時事情突然變了樣，茂盛的希望消失了。正當這次傳教似乎取得一些進展時，宮裡傳來一道指令，宣布总督本人因某種不可推諉的過失已經被解除職務。他感到客人們待在政府所在的城市裡，可能不會使他的继承人很高興，還會加重他本人的處分，所以他只得請他們撤走。然而在送走他們时，他發給他們證書，允許他們去該省的省城，並指令那裡的主管官員供给他們一所房屋和一塊修建教堂的地皮。中國人把省城叫做廣州，但葡萄牙人弄混了省城的名字，也叫它廣東。神父們發現，在這次特殊的努力中，他們必須放棄一切成功的希望了。這對他們是個可悲的打擊，因為他們確實知道，這樣一個罷了官的總督的文件是不會有任何權威的。然而，為了嘗試一切可能，他們還是溯河到達省城，但遭遇一如他們所預期的。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的那位海軍將領或海軍官員，那份證書就是寫給他的。他碰巧不在，但是即使他在，他也會認為證書無效。河岸的守衛甚至不許他們登陸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除灰心喪氣地返回澳門住處之外，再沒有什麼事好做的了。按照耶穌會教廷視察员留下的命令，巴范季神父前往日本，在那裡辛勤地工作了好幾年，並被任命為教区主教，長期管理日本和中國的傳教团。當這2個居留地成為耶穌會的教區時，巴范季神父就被任命為兩地的教廷視察员，並返回澳門，再度組織中國的傳教事業。他抵達後幾個月便死了，所有他的同道無不痛感惋惜，並深刻哀悼他的去世。從他一開始在東方工作起，他對在中國傳播信仰的願望就隨他的經歷而劇增，而且他從不丟失任何機會以促進在中國傳教的事業，哪怕他是遠在日本的時候。我們現在就來談耶穌會士的第3次中國之行，這次也以無任何明顯的成果而告結束。中國官員有這樣一個習慣，那就是所有官方文件都在國家檔案館裡保存一個副本，並附有一份備忘錄，說明每份文件的用處。保存這些記錄，為的是使官方知道頒發過什麼命令，以及命令的結果如何。當免職總督的繼任人到來時，注冊信件的記錄是當着他的面審查的，於是發現了發給我們神父們的信函副本。但因為這些信函沒有產生結果，所以並沒有附以記錄着頒發信函的結果的備忘錄。於是新任官馬上寫信給那位海軍將領及海軍官員，因為他是那些信函原來的收信人。然而當那些信函最初發出時，海軍将官卻不在，而且因為澳門港是在他的管辖之下，他就在致函葡萄牙人稱之為香山的知縣，但知县對整個事情一無所知，就寫信把事情轉給澳門港的衛隊，要求他們調查這件事，並盡快上報。第一個被詢問的是主教，他把檢察官送到我們的學校，出示了那些信件，上面有正式簽押並蓋有大印。他們開始的反應是要堅持把信函交出來，聲稱總督發的信函不宜於讓外國人保留。回答是已經決定這個問題留待商量。耶穌會的教會視察员當時不在，但是家裡還有幾位重要的耶穌會士，其中有埃塞俄比亞的大主教卡奈羅，他在中斷了埃塞俄比亞之行以後驻留在這裡。當教区主教不在時，他曾管理教区，並且有一個時候還是澳門修道院的院長。還有卡普萊勒神父，他是中國傳教團的主管，以及戈麥茲神父，他也曾任修道院院長。這些都發生在巴梵季神父去日本之前，因此他和幾個他的同行的人一起出席了這次商討會。有關那些信函所達成的一致決定是，絕不把他們交給中國的將領。反之，大家同意派2名神父親自把文件交給那位海軍將領，並要求他按所寫的那樣把他們付諸實施。羅明堅神父和利瑪窦神父
被選擔任這一使命。軍事檢察官不反對這個決定，而且既然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們很難別有他圖，所以便被霍允乘船赴香山市，並答應由該城的市長及知縣把他們送往省城。抵達香山时，代表便受到接見，市長索取信函为的是送往省城，但神父们拒絕交出，他就大發雷霆，抓起信來扔到地上。他喊道：“你們想用一封罷免總督簽署的文件來辦事嗎？”接着他拒絕讓他們去省城，命令他們回澳門的家裡。就這樣，正在他們已經來到他的大門口時，傳教的大門卻向他們封閉了。他們悲傷地默默離開市長的住所。然而在他們香山的住宅裡，他們都決定幹一樁頗為冒險的事。有一艘不太大的客船，每天從該村駛往省城，船上經常搭乘有大量旅客和許多行李。他們決定不經過任何人的許可便上船，而且如果可能的話，他們要在市長一无所知的情況下直接去省會。起初舵工不大願意在船上接待外國人，但神父們的翻譯員是個年輕人，有點狡猾，把前任總督的信函給舵工看，贏得了他的信任。他們就上了船，安放好行李，但正當要起航時，這段插曲便突然結束。別的旅客對外國人有疑心，向船長抗議，威脅他說要把神父們的行李扔到岸上，就這樣迫使他們下了船。於是他們只好返回寓所。剛好這個時候，市長得到了他父親去世的噩耗。按照中國習慣，這要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，作為一名普通百姓返回家園，居喪3年。這件事為神父們在城裡停留一些時間創造了機會。既然再沒有人有權驅逐他們，於是他們就在尋找進入省城的辦法。終於，通過向代理知縣贈一筆小禮物的辦法，他們得到了必須的許可。然而，為了防止不良後果，許可證是從一個律師那裡得到的。他安排了官方的批准，但並不是為了報酬，而是為了促進公益。這樣，代表們就被送往省城，但他們絲毫既不知情也不知道，他們實際上是被當作囚徒送去的。在他們出發前發出的照會中通知當局說，這些外國神父是在香山找到的。由於某種不知的原因，他們攜帶有免職總督致海軍將領的信函，他們是被派去見海軍將領的。且不管這份照會，他們受到那位海軍將領極其友好的接待。他連信都沒有打開，就問他們到來的原因。他們的答覆就包括在他們的書面請求中，其中解釋說他們是宗教團體的成員，為慕中華帝國之名，離開本土，遠涉重洋。信中繼續說，他們想留在這裡度過餘年，他們只需要有一小塊地方，建築房屋以及一座禮拜天主的教堂。信件聲明，他們不會成為別人的負擔，將以本國人民的捐獻來養活自己。無論在這份申請書中，還是以別的方式，一開始傳教時都沒有提到基督教，唯恐這可能妨礙那樁唯一必要的東西，也就是留在該國之內。中國人是那樣的固執己見，以致他們不能相信會有那麼一天，他們要向外國人學習他們本國書本上所未曾記載的任何東西。確實，宣傳一種新宗教特別使他們反感，因為他們從過去的經驗中早已經知道，在傳播新宗教的借口之下，糾聚起一批反叛禍國的陰謀分子，曾經造成了內亂和騷動。海軍將領本人稱讚了傳教士的計劃，但他反覆提醒他們說，整個事情要待大員及總督來決定，只有他或者該省的朝廷監督官叫做監察御史的，才能批准他們的請求。他們認為那個海軍將領是在找借口，便請求至少允許他們待在城裡，住在暹羅王的使臣的住宅中。在大集市時，羅明堅神父就曾住在那裡，並且請求准許他們一直居住到葡萄牙人再來交易的時候為止。同時，他們還希望能說服總督或檢察官同意他們的永久居留權。海軍將領實際已經當面允許了他們，但就在同一天，他又傳話給他們把它撤銷了。監督官預定在幾天以內抵達該省。海軍將領說，他擔心的是在沒有進行市集的時候，如果他允許他們留在城裡，那會惹起監督官反對他。他還告訴他們，他本人是朝廷命官，所以監督官的彈劾會使他受到嚴懲，
因此他告誡他們火速返回澳門。人們很容易想象得到，這個意外的消息給代表们帶來多大的失望。他們用盡了自己的一切可能辦法來延長居留時間，但最後卻踏上了歸途。他們抵達香山時，發現情況比他們離開時更糟。城門上貼出了告示，蓋有新任郭總督的大印，上面寫道：除有關本省公議之其他事項而外，自將與我們迫切有關並涉及澳門居民之事理和通知如下。據各方言誦，現在澳門犯罪違法之事所在多有，皆係外國人僱用中國蛇人所致。在這裡加一句，我查了一下，這個蛇人就是翻譯官、翻譯人員的意思。好，繼續回到這本書。此被蛇人教唆洋人，並泄露我國百姓情況，尤為嚴重者，現已確悉彼輩僅教唆某些外國教士學習中國語言，研究中國文字。此類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，並要求建立教堂與私宅。茲特公告，此舉有害國家，接納外國人絕非求福之道。上述蛇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諸端活動，將嚴厲處死不怠。鑑於這道命令以及代表們在離開省城後的1個月內所遇到的事情，並考慮到中國人對於洋人的難以置信的嫌惡，神父們好像已經失去了在中國內地建立居留點的一切希望了。至少在這位嚴格的總督任職期間是如此。他當時如此激烈地加以譴責的事情，要他再來贊同他，那是極不可能的事。好，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。今天我們讀了第2卷第3章。1582年，傳教士3度被允許進入中國，但未能建立居留點。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。